歼36又试飞了，有哪些看点呢？3月17日，歼36又被人拍到了，而且是上午一次，下午一次，跟去年的亮相不同，这一回啊，没有半飞，而且起落架是收起来的，飞得更高，速度呢也明显更快。飞得高嘛，隔得就比较远，不像上次飞得比较低，连编号都能拍清楚。那么这次呢，就只能远远的看个影了。虽然看不到细节，但是咱们呢，也可以来猜测一下。那么这次试飞啊，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？一般来讲，战机试飞啊，第一次呢，是进行一些简单和基础的飞行啊，比如飞个直线啊，转个比较缓的弯，小角度的爬升和下降啊，看看飞机能不能正常的起飞升空，能不能保持飞行的姿态啊，能不能安全飞行，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测试。所以上次咱们看到的歼36啊，飞得低飞得慢啊，起落架都是放出来的，还有歼20在旁边陪着，因为是第一次嘛，又是跨代的新型号，试飞员的压力啊也会比较大啊，出于谨慎啊，就是得这样啊。第二次或者往后的试飞呢，就要上点难度了，来个科目3、科目4啊，比如大坡度的转弯、大角度的爬升啊，飞几个不同的高度和速度，航天系统甚至是武器系统啊，也要开始运行，考察飞机在更多情况下的状态。歼20的首飞啊，就是一架双座歼10来伴飞的。那么再往后的试飞呢，在我的印象中啊，应该就没有伴飞了啊。那么歼36第二次试飞啊，就不要挤压飞了。我感觉啊，就是因为陈飞在这个程序上的经验啊，已经很丰富了，流程跑得很顺啊。这一看啊，之前之后该做什么准备，该注意哪些事项，该记录哪些数据啊，心里有数，按部就班，踏实推进。另一方面呢，这2次试飞啊，中间只隔了3个月，我感觉啊，基本可以确定，歼36所使用的动力啊，还是现在比较成熟的发动机，比如涡扇14E，而不会是还在推进中的发动机。因为这个飞机啊，本来就新啊，跨代的新，发动机也新的话，会给研制增加很多难度和风险。而且对于歼36来说啊，全向隐身和态势感知能力啊，是最重要的。动力上的要求呢，可以先缓一缓啊，用成熟的、保险的发动机，先保证飞机能上天。以后啊，有了更好的发动机啊，再进行更换。况且啊，3台涡扇14E啊，这个推力啊，加起来也有41吨了，比现在世界上任何一款现役战机的推力都大。电力当然也没问题，6代机的基本面啊，就立住了。当然了，像航电啊，内部的控制系统这些测试啊，那就没法看出来了，但是也可以推断，肯定啊也是在做的。后面歼36可能会换成涡扇15，那么推力、机动性和超音速能力又将大幅提升。但涡扇15也不是目标发动机，歼36的目标发动机是变循环发动机，目前也正在稳步推进中。换了变循环发动机之后呢，歼36的航程会大幅增加。歼36预计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服役，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。